新年快乐！你好，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在哥斯达黎加的旅游，我们尝试过的新的好玩的事儿，以及我们俩讨论为什么在过去，尤其是过去这几年里头，每年都有上百万的人冒着生命危险从世界各地拖家带口走线偷渡或者投奔美国来的。但是相反的呢，我们也注意到不少的美国人却在过去这十几年里源源不断的涌入其他不发达国家，包括比如说墨西哥、哥斯达黎加这样的美洲国家，还有几个东南亚的国家呢。 Costa Rica 有3个原因。 OK， 第一个原因呢，那迪巴了。对了，咱们中国人嘛，到了美国来，到欧洲来是吧，要去发达国家，面上有物质条件光，去好哪儿看是吧？为了舒适是吧？我在巴黎，是吧？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架势。西方人没有这一层，你知道吧？西方人觉得我在大山里住很酷的事情，就像我回国一样，是吧？那朋友开个好车，还给我显摆显摆。他说：“你们那开什么车？就说就来劲啊！”我说：“我们那骑自行车，认为很牛。”他就理解不了这一点，你明白这意思吧？那骑着大马在火山脚下溜来溜去，不是更酷吗？先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骑马和泡温泉的日程。这是呢，在拉夫图纳那小镇上，我们第二天路边偶遇一个中餐馆，我们就下去问了一下，因为发现这个中餐馆不仅有中餐，另外它后边有个2层楼可以住宿，另外这旁边还有这么个办公室，你知道吗？他们帮助客人推荐旅游项目，因为我们事先没有提前安排好，就过来试试问一下。他给我们推荐就说这家酒店有一个骑马的，然后呢可以无限期的泡温泉，骑马可以到火山的半山腰，之后还有免费的在这家酒店无限期的泡温泉。这俩活动都是我们挺想干的呢，但是我有点半信半疑，你记着吗？我们常听说，尤其是在国外的时候，中国人骗中国人的事儿屡屡不见，屡屡不鲜哈。但是呢，他跟我们说总共每个人才$60的时候，我们感觉哇，这比我们自己问的价格可便宜多了。而且我们想，我们俩怕什么呢？试试呗，能咋地？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尤其是在温泉里头有一个酒吧，然后呢，我们就在那边也学着别人点了鸡尾酒，那感觉，然后上边还有 zip line 飞来飞去，后边是这是天然的火山下的那个温泉的水呀，特别的惬意，这种感觉恐怕没去过的就得自己想象了哈。你觉得这样多少钱能值呢？我们就花了14块钱2杯酒，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上午黄老板还给我们推荐了他们家店对面的一个观赏树懒的森林公园，是有导游的，这就是这个公园的创始人，是个当地退休的老先生。他给我们讲呢，他如何花了20多年的时间兼职工作呀，义务给这儿建这个园子，从一大片牛场里头建成的，实现了他5岁的时候做的一个梦。他的梦里头就是说他自己在一个大森林公园里头走丢了，所以他就根据他的梦设计的这个大公园，一个很励志的故事啊，有点不敢相信，但是我跟旁边的人核实了一下，确实是真的。开始的时候呢，我还有点怀疑有没有必要导游呢，因为我们自己看不就行了吗？但是实际上过了几分钟，我就发现我们根本什么都看不见，尤其是那个树懒哈，它多数都在枝条顶上，动作极其缓慢哈，如果没人指点，你根本就看不见。而且几乎这个导游都是1对1的哈，他们每个人都扛着一个望远镜。树懒呢是这个国家的象征，就像咱们熊猫一样的国宝哈，也就是 Pura Vida 的这个象征。我们和导游一边走一边看，同时呢也聊了很多，不仅看到很多珍稀的动植物，而且了解了很多他们当地人的一些想法和生活方式什么之类的啊。所以我感觉这个非常值，而且不用走得很远，所以这个也给大家推荐一下。OK， 咱们继续聊前面谈到的为什么中西移民的方向正相反。顶着骄阳在拉丁美洲看房，就是他价值观的不同。西方人他已经过了这个好面子那个阶段，穿名牌是这更要实惠。就是说，其实大部分西方人家就是家庭生活，就跟老周说的是吧？我找一个山美水美地方我过日子，我也不跟你比，你最好也别给我比，是吧？就从20年以前就开始了。住惯了所谓发达国家，就看到的都是发达国家的各种问题，政治上的分裂是吧？消费主义是吧？还有污染是吧？还有这种各种分类是叫什么转基因食品是吧？各种什么加工食品是吧？
还有这种还有工作压力，可能也是工作压力加对啊这个 stress 是，而且都是他妈包装一致的食品是吧？还有所有都是 food chain 是吧 ？everything 都是 industrialized 这种东西。所以说，对西方人他更向往的这种东西和中国人是不一样的，回归自然的这种的是吧？哥斯达黎加主要是那20年前更是落后，咱们现在去看着就很原始的，尤其在这个好多了，尤其是在拉夫图纳和这个 Summery 这俩小镇子上，就是这种感觉还是挺淳朴的，人都比较淳朴哈。塔姆瑞你不觉得也没有 establish 什么，要灰尘土的，好多小街还是土的呢，而且他们还刚开始建好多东西。Tamarindo 那边呢，是海边，等于是哥斯达黎加，据说是最发达的海边吧，就是说最漂亮的海边，好像是好像白人挺多的。咱们中国人呢是看的正是不发达的弱的向往发达，因为你当时就像咱们出国的时候，你在中国的时候很贫穷的时候，还没有发达的时候，你连个公寓都没有的时候，你还合住呢，你还住所以你就特别向往这边大房子、大 house、大院子、豪车啊，对这种的，对吧？就是，所以就是人家从小就在这种环境里生活，人家并不觉得好，而且反而觉得挺无聊的很多事情。所以他们就反过来了，想追求就是哥斯达黎加这种原始森林呐、淳朴的人民呀，也没那么发达。这不是说追求这玩意儿，就是他并不认为这是太大的问题。他挺享受这种那个新鲜感，可能我估计也是。第二点，再一个呢，就是说所谓移民心态嘛。其实欧美人他从骨子里边他就是移民，他就是殖民主义者是吧？他就到一些陌生的地方开拓，他觉得挺来劲儿这个东西，就挺好像作为那种拓荒者似的，是吧？所以你说就是说哥斯达黎加很多那个山上，就像老周买房那边，很多山头都是每家的人买的，早不早就买的第一手是吧？老周买那个人，那个 seller 也是在德克萨斯，而且呢，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有这种拓荒者精神，是吧？很多中国人没有这个本事，中国人说白了出来很多都是上学的，都是文弱书生，不像西方人，他从小就看着爸妈在那修东西，他就有这个本事，他就不怕这东西。落后没关系，我把它慢慢的建起，弄得 polish， 弄得好一些，是吧？像老周做这事，可能很多中国人都不愿意干哈，觉得太烦太累了。这个让我想起来，咱们后来在一个海边小镇叫 Summery 的地方，我们在吃饭的，在晚上到的时候吃饭，听旁边一个美国男士哈，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知道我们是美国来的，然后极力给我们推荐一个叫 ATV 的活动，就是那个骑越野车的那个活动。然后我们第二天就听了他的话，说，哎，不妨试试吧，这小镇看来也没有什么特别其他的玩的，海滩也是一般的。发现这家开店的是20多年前就来的一对加拿大的父子，然后可以直接用美元付款。另外呢，我们这个导游小哥呢是美国出生的，3岁就跟着父母来到哥斯达黎加的，一路上不停的给我们介绍这个当地的这些植物啊，什么特色的东西哈，尤其是说这种树木说长得非常丰快，而且呢是很好的出口欧美国家的木材。然后我们就想，这么年轻就干导游，这样能够为生吗？他这怎么养家糊口呢？所以我们俩就小心翼翼的试着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他还挺坦然的，就给我们介绍说，他实际上在20岁出头的时候呢，也挺想回美国的，然后他就去了1年，他就在西雅图住了1年，但是他说，实在是不喜欢那个地方，因为说节奏太快，压力太大，人情冷漠呀，所以最后他决定还是回来。他的生活呢，主要是半年在热季的时候做导游，另外一半的时候打一些小工，雨季的时候会花很多时间去世界各地游玩。真是挺羡慕的这种轻松的生活呀。第3点，还有一个是什么？这西方人这个理财观念远远超过中国人。其实在美国，这些美国人很多人他妈1分钱存不下，是吧？说实在的，这些人都没有什么，不能够完全代表美国人。好多西方人是非常，你说西方人擅长布局，你知道吧？很喜欢布局。你像西方的企业，是不是老不早的？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了，刚拨乱反正了，什么都没有，没水没电啥都没有的时候，是吧？西方人就开始投资建合资企业了，这种。他喜欢布局，提前布局。你看这次我们去哥斯达黎加，发现大部分地都是西方人家早不是10几年以前、20年前就买下来了。
那现在已经升值了，开始往外抛了。当然他们走了，转一手就走了。他们现在又开始到更落后的地方去，比如哥伦比亚，比如瓜特马拉，对，比较落后的地方。那个拉瓜是吧？现在都到那个地方圈地去了，圈了以后是吧？待几年以后，然后再转手卖给现在开发商或者这接盘的那些人是吧？他们其实有这种大局。我不说所有美国人都是这样，但是有相当一批美国人有这种，很有这种战略眼光。你看美国人到处在买啊，像东南亚、所以你说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哥斯达黎加也并不是像老周说的那个，除了农业就是旅游业。所以我们在圣何塞这个地方也发现呢，就是也有一些 tech 公司也开始都在这边建厂了什么之类的。还有一个呢，这是政治不太正确的一种说法，但是这是现实。甚至包括我们华人到这地方去，有些人想这个地方，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就追求某种优越感。你觉得我是富国来了，我有钱，我能雇你们当。对了，我有钱，就我花一点点钱，我在美国都是梦，只在梦里能出现能做到的事情，我在这儿能实现。当老板的感觉是吧？你可以雇人给你伺候你。还有一个就是，这就非常政治不正确，但是事实。其实不光白人表面上不说而已，他就感觉到我是人上人的那种感觉。其实有些人就是有钱，有些人没钱，那不跑东南亚那帮人其实很穷，那些白人是吧？他们就是拿这个 Social Security，拿了1000多美元是吧？在美国都活不下去，到那地方就跟大爷似的，还整天和小妞下馆子、泡酒吧呢是吧？那种感觉你在美国找不到，说实在的。对了。就像我们吧，如果我们在San Diego买一个$1 million的房子，在San Diego$1 million的房子，狗屁也算不上，算中档的房子是吧？顶多算个中档的房子，旧不拉几的。我进去一看，连那个壁柜都他妈黄颜色的，20年以前就那颜色的，好吧？他现在还那个颜色的，所有东西我都得换，就那个还100万呢。而且你也雇不起人是吧？你什么东西都是自己干，是不是啊？你买东西也得去打折是吧？你100万的房子，你到哥斯达黎加，你看你能买什么房子？绝对是豪宅的豪宅了，我跟你说，立马换了人生了是吧？所以说呢，我觉得这是说不出的一个原因。这是不能说的原因，不能说的原因。对，这个挺对的啊。当然还有就是说气候的原因，对吧？就是气候这些都不用说了。但是就是说好气候地方也多了，全世界好气候也多了，我觉得，对吧？但是 value 不一样。对，就是 value 不同。对，那法国南部也是好多了，就是气候也是差不多，是吧？法国南部你30-40万你买个condo，你花50万怎么样？你花50万行了。这问题你在西方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你还有 HOA 呢。对吧？一个月他妈好几百个HOA，一个月1万多美元，一年有1万多美元的地税呢。你这是年复一年，还有维修高成本，你没完，你并不是我一笔钱进去了就完了。哥斯达黎加的一个好处就是没税比较低，然后人工也便宜，给你修个东西是吧？什么都便宜嘛，就这好处，就 value 不一样，总而言之。就跟佛罗里达似的，房子是便宜，但是光他妈的你说一年有5-6千了，那你怎么弄？人呢，一开始是追求温饱。这是第一步，人温饱了以后呢，第二步就追求什么感觉？第二步就eventually大家就追求感觉。你说这个，你说那个Joe Biden吧，这么老了，他折腾什么在这是吧？你觉得他舒服吗？他能吃什么好吃的，对吧？说白了，他就要那种感觉，我是总统，我是人上人，像我吧。离开中国的时候，就对中国那套人际关系、那套阿谀奉承烦了，才来美国。我真是不是为了钱来美国。因为当时我的工资远远的超过大部分人，现在对美国又烦了，你知道吧？一样的 same thing， 就是搞那么复杂。你看每天一大堆 mail 是吧？各种 complicated 的是吧？什么insurance，看那个又出租房又要 inspection 又得做了，一年到晚的老是乱七。那边又来了，是 regulation 很多。还有一个就是工作是吧？你在美国你必须得工作，知道吧？你挣钱，你不挣钱的话，你就生活会很差，你这 cost 在这儿了。我就说这人老要返老还童的，你知道吧？就是你看嘛，我先想起我的童年了。我们的童年，虽然我们童年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吧？但童年还是慢节奏的，是吧？还可以在院子里撒欢是吧？还可以在野地里撒欢。从那以后就是成了遥远，越来越忙，越来越他妈忙，你知道吧？你说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在老家，在这个院子里头石榴树下，
听大人给你讲鬼故事，我觉得挺好玩。哎，这事我又想起一个事，这基本上是中国人这种说实在是发展的第一个初级阶段。就说中国人是寻找钱的，西方人往往到那儿去寻找幸福的。Can we see that？就像那个 nomad capitalist 那个美国人说的，我们应该到对我们最好的地方去，而不管它是什么国家和地区。您同意吗？澳大利亚最危险了，我们没琢磨过味儿来呢。哎，这个地方感觉这个落日下得那么快哈，生命短促啊。伙伴们想干嘛就赶快干吧，想吃什么就赶快吃吧。谢谢收看，下次再见。